蓝忘机握着一只妖娆盛放的芍药，静静看着眼前黑衣长发的青年。那人眼中闪烁着慧霞的光芒，像一只刚做完恶作剧的顽皮黑猫，等着瞧他的反应。蓝忘机柔声道：“这花是送我的。”魏无羡双眸含笑，柔软的腰身往软榻上斜斜靠去，胸前衣襟顺着他不羁的动作滑低半寸。魏无羡道：“自然是送给韩光君的，鲜花配美人，理当如此。”一众女鬼咯咯笑开，银铃一般花枝招展。蓝忘机微微叹气，将芍药郑重地别在了心口处，抬起头望着魏无羡，目光幽深缱绻。魏无羡心神瞬震，从未受过他这样直白的注视，恍若琉璃的眸中涟漪摇曳，柔波荡漾着将他吸入漩涡之中。难以名状的情愫在他眼中静静升温，仅仅是被蓝忘机这样看着，魏无羡便觉口干舌燥，浑身微微发烫。魏婴。蓝忘机的声音又低又慈，听得魏无羡手心都沁出汗来。蓝湛。被他唤一声名字，魏无羡情不自禁的也去唤蓝忘机的名，出声才发觉自己声音毫无缘由的颤抖。魏无羡很快回神，觉得自己今日太过奇怪，仅仅是被蓝忘机看一眼唤一声，便生出莫名其妙的怪异反应，要夺回主动权。平时不是总由自己来戏弄他的吗？魏无羡稳住心神，倒了一盏酒，伸出一根修长的手指，指尖轻推，将酒盏由案几一侧推至另一侧。韩光君，难得你进来了云梦，陪我喝一杯。他一定会推辞，我再趁机取笑他一番，然后便替他喝了这杯酒。蓝忘机走到软榻榻尾，脸袍坐下，惊得魏无羡急忙把半蜷在软榻上的双腿放下，不敢将一双黑靴对着他。蓝忘机手指抚过酒盏天青色的杯沿，认真道：“魏婴，我若饮酒会醉。”又来了，要命！蓝湛今天怎么回事？看人的神情，说话的语气，那么吓人。魏无羡按下内心惶惶悸动，戏谑道：“醉了会如何？”面上仍是玩世不恭的样子。女鬼们接二连三的起哄：“醉了便醉了呗，公子又不会吃了你。”魏无羡觉得他们有些吵嚷了，又突然意识到，从蓝忘机进屋起就只专注地看着自己，对这些他以往十分反感的鬼事，并未瞧上一眼。魏婴，你很想我陪你喝酒？蓝忘机的确毫不理会女鬼们的哄闹，只看着魏无羡端起酒盏，认真询问，仿佛这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件事。魏无羡被他盯得浑身发毛，神使鬼差地点了下头。蓝忘机胸膛不甚明显的起伏一下，似在叹息。待我醒来，你须先告诉我你现下的年纪。说完，举起酒盏，满饮一杯。魏无羡正要阻止他，或是让他只饮半杯，便见酒盏已空。蓝忘机将酒盏放回案几上，望着魏无羡，低声唤道：“魏婴。”他眼里恍惚升起淡淡的雾气，一手支着脸侧，闭上了眼睛。蓝湛。魏无羡拿手在他眼前晃了晃，又晃了晃，连着唤了7、8声，却未见他反应。蓝湛这是睡着了？公子，这位俊雅仙君的酒量真差。是呀，一杯就醉倒了，嘻嘻。女鬼们叽叽喳喳地闹开，魏无羡急忙道：“你们别说了，别把他吵醒了。”魏无羡知蓝忘机恪守家规，一定极少饮酒，却不知他酒量如此之差。没想到自己让蓝忘机喝酒，他便真的喝了。现下魏无羡开始担心蓝忘机醉了之后难受，想让他多睡一会儿，便让女鬼们都保持安静。魏无羡也同蓝忘机一样，以手支头静静观察他睡着之后的模样。蓝忘机面如冠玉，长眉如画，魏无羡忍不住伸出手去描他的眉形，指尖轻轻触到他的眉，魏无羡立刻缩回手，又觉自己如此小心翼翼，颇为好笑，索性放大了胆子，细细去摩挲。蓝湛今天真奇怪啊！蓝湛说待他醒了，先告诉他我现下的年纪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魏无羡琢磨着，手指已经无意识地滑到蓝忘机的脸颊，在他俊朗的弧线上反反复复描摹。蓝湛长得真好看啊！魏无羡想着，指尖停在蓝忘机的下颚，忽然很想再摸一摸他柔软的唇瓣。没来由的，魏无羡想起了百凤山，
想起了唇上温润潮湿的触感。公子，公子，女鬼们轻声连唤数下，才唤得魏无羡回神。嘘，别吵！魏无羡回过头，低声斥了一句。他并未发觉自己方才已与蓝忘机靠得越来越近。再转过头时，蓝忘机已经睁开了双眼，浅淡的琉璃目一瞬不移地看着他。魏无羡惊道：“蓝湛，你醒了？”心里颇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遗憾。也是，哪有人一杯就醉的？魏无羡转过头去，假装凶巴巴地训道：“都是你们吵醒他了。”是他，是他。公子，不是我，是他。见蓝忘机醒了，女鬼们不再压低声音，嘻嘻哈哈，互相指认，笑闹不停。魏无羡瞪着他们，正想叫他们不要吵，突然他们全都消失了，确切地说是被收走了。谁能收走他的鬼饰？魏无羡震惊地回头，看着屋内除他之外的唯一的那个人。只见蓝忘机将一枚系着红丝带的云纹封魂带放到自己面前。蓝忘机沉声道：“魏婴，看我！”不许看他们。魏无羡心里惊涛骇浪，仔细看了看封魂带上鬼画符一般熟悉的符咒，又看了看一脸严肃的蓝忘机，还是不敢相信。蓝湛他用了鬼道，蓝湛用鬼道收服了我的鬼饰，用的还是我做给他的器物。魏无羡豁然起身：“蓝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蓝忘机微微偏头，似是不解。魏无羡抬手指了指案几上的封魂带，又指向蓝忘机：“我想我需要一个解释。你鬼道不可以，蓝湛不可以。他是寒光君，佼佼君子，则是明珠，他不应该习鬼道。鬼道是……”蓝忘机望着魏无羡指向自己的手，突然伸手握住了他的手指。魏无羡大骇，正待抽回手，却见蓝忘机微微蹙眉道：“魏婴，你手怎么这么冰？”我不待魏无羡回答，蓝忘机猛地站起，将他另一只手也握住，双手一同拢入掌中。淡蓝色的灵光亮起，一股暖烫的热流从交握的指尖传来，瞬间温暖了魏无羡全身。蓝忘机柔声道：“好些了吗？”灵脉早已枯竭多年，猝然被蓬勃的灵力填满，难以形容的舒服畅快，充盈了魏无羡。但魏无羡很快反应过来，迅速抽回了手。再多让他输送几分灵力，就要发现自己并无金丹了。魏婴，蓝忘机露出了疑惑的表情，探出手，似乎想去触碰他的额头。魏无羡退后一步，避开了他，喝道：“你还没有解释，你为何会用鬼道？”蓝忘机道：“你教的。”魏无羡悚然：“我教的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以教给蓝湛这种东西？我怎么会教蓝湛鬼道？蓝湛怎么会学？鬼道是……明明是邪魔外道，与蓝湛不配。”但蓝忘机兀自点头，笃定道：“你教的。”魏无羡突然冷静了，又退一步，干脆利落地抽出陈情，直指蓝忘机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蓝忘机步伐忽变，魏无羡根本不曾看清他身法，便感觉手上一空，陈情已被夺下，人也被他圈入怀中。魏婴，魏无羡瞪大了双眼，简直不敢相信。就在他发愣的瞬间，蓝忘机箍紧他的背，夺下陈情的那只手，以笛梢在他臀上重重敲了一下。啊！蓝湛打我屁股！蓝湛用陈情打我屁股！魏无羡死命挣扎，挣得越凶，便被蓝忘机箍得越紧。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蓝忘机饮酒之前的那句嘱咐。魏无羡猛然道：“蓝湛，我现在20岁。”蓝忘机一惊，怔怔然道：“魏婴，你……”蓝湛，魏无羡这才发觉，蓝忘机的眼睛变得清明了。蓝湛，你酒醒了？真有趣，想不到我们以后竟是如此相处的。魏无羡欢快地抛着蓝忘机为他套圈迎来的毛驴布偶，步履清洁地向下一个摊贩迈去。按照这个酒醒之后的蓝忘机所说，这是自己的梦境，而自己并未意识到在做梦。蓝忘机因是梦外之人，有过去几十年间的完整记忆。魏无羡对蓝忘机的话有莫名的信任，因此并不惊讶，反而觉得十分有趣，热络地拉着蓝忘机游逛云梦的大街小巷。蓝湛，你吃红糖糍粑吗？哎，这个好玩。捞金鱼，
这个就太简单了。不玩这个，我们还是去游湖，直接去湖里捉鱼。哟，这琵琶新鲜。哎，你说我做个梦都梦得这么真，这么具体。两人坐在湖边一棵柳树下，蓝忘机拨着刚买的琵琶，细心地分出果肉，剔出果核，一半一半交到魏无羡手上。蓝忘机没有说，一路上那些细致真实的街景杂货、摊贩小吃，已经不仅仅是云梦一处，而是杂糅荟萃了他们这些年走过的许多山山水水、市井街巷。魏无羡手里捧了一堆琵琶，没有吃，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蓝忘机。蓝湛，我们以后真的这么样好吗？蓝忘机不答，低头触碰了一下心口的芍药花，问道：魏婴，你可知芍药的花语？魏无羡愣住，摇了摇头。蓝忘机静静望着他，温和道：结情。芍药的花语是结情。魏无羡倏地睁大了眼睛，一向伶牙俐齿的人，此时竟不知应该说些什么，脸上却情不自禁地浮上了明艳的红晕。蓝忘机不再说话，自他掌心拈起一半黄澄澄的琵琶，递到他唇边。魏无羡呆呆地起唇，将果肉吃进嘴里。琵琶香甜可口，汁水四溢，甜味在嘴里漫开。魏无羡低头细细品味，将果肉吞了下去，再抬起头时，已是秋波流汇，神采飞扬。那神采精华仿佛只是一瞬，魏无羡很快垂眸，复低下头去，又吃了一枚琵琶，然后将手心捧到蓝忘机面前，笑道：蓝湛，你也吃。蓝忘机看了他一会儿，目光灼灼。魏无羡任他看着，也不催促。半晌，蓝忘机拈起一枚琵琶，放到自己嘴里，两人你一半我一半，把琵琶分吃干净。魏无羡十分随意地用衣袖擦擦嘴，站起身：我带你去游湖。刚往前迈出一步，哎呀一声，脚似乎扭了一下，跌到蓝忘机身上。蓝忘机急忙抱住了他，没让他摔倒。魏无羡攀住蓝忘机的双肩，歉然道：啊，不好意思，腿麻了。说完又要起身，却仿佛没使对力气，重新坐了下去。臀瓣擦过蓝忘机腿间，唇瓣擦过蓝忘机的唇。你……蓝忘机双手仍环在他的腰间，看着他惊讶的脸，突然发力，一个翻身将他压在了身下。啊，你做什么？不要啊！云歇于止。魏无羡趴在蓝忘机身上，微撑起身，指尖在他坚硬的胸肌上戳来戳去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你吃完第一枚琵琶。的确是那时候就想起来了。韩光觉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，你如何发现的？你眼神变了。就这样。魏无羡不满地扭了下腰，把他含得更深一些。那如果我没想起来呢？游湖。那多无趣，你就应该像这样把我按在地上，教我做这样那样的事情。游湖不会无趣。那哪样更有趣？游湖还是操我？蓝忘机望着他，认真道：与你一起都有趣。